我们今天聊一个从一个街头混混，最后成为了这个所谓的人情大王这样的一个传奇人物杜月笙。我们来聊一聊他的这个人，以及他的一些做人的哲学，是不是在今天还能够给我们一些启发？听起来很有意思。那我们就来看看他是怎么在这个人情世故当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并且获得了这么大的成功。杜月笙究竟是凭什么从一个水果店的小学徒，最后变成了这个上海滩的风云人物？对，他其实起步是很低的，他就是石榴铺一个水果店的打杂的。但是他到了1930年的时候，他已经是上海法租界呼风唤雨的人物了。他靠的是什么？他靠的不是打架，他靠的不是说我去抢或者怎么样，他靠的是他散财。他把他赚来的钱都散给了朋友，散给了这些需要他帮助的人，甚至他的一些死敌最后都对他心服口服。那我们就不得不先来说一说当年的这个大上海，以及杜月笙是怎么样从一个无名小卒最后成为了这个黄公馆的接班人。当时的上海是一个华界和英法租界分割的一个三界分治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法租界有法租界的规矩，英租界有英租界的规矩，华界有华界的规矩，然后整个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三不管的地方，所以这里就成为了一个冒险家的乐园，同时也是一个黑帮、鸦片、赌场这些灰色产业非常繁荣的一个地方。听上去就像是一个你必须得懂怎么玩这套复杂规则的人才能够生存下去。对呀，而杜月笙他从15岁来到上海，在石榴铺的水果店当学徒，然后后来拜了青帮的陈世昌为老头子，进入了黄公馆。他其实一开始在黄公馆也是最不起眼的一个小混混，但是他就是懂得这些规矩，并且会用这些规矩，他又会做人，所以最后他就成为了这个黄公馆的掌管者，甚至他后来接替了黄金荣，成为了上海滩的话事人。这个故事就很有意思了。说这个黄公馆的这个鸦片被自己人给偷了，然后这个杜月笙他是怎么不仅把人找回来了，把货也找回来了，还让自己一下子在黄公馆站稳了脚跟。是当时这个林桂生就是跟大家说，谁能把这个阿三带回来，把货带回来就有重赏，然后所有的人都面面相觑，不敢去，因为这个阿三是一个非常老辣的一个混混。这时候杜月笙就站出来了，他说我去。林桂生就说你要去可以，我给你一把枪一把匕首，你如果天亮之前没有完成任务你就别回来了。哇，这听起来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对，他就去了，他没有说莽撞的就去了，他先分析了一下这个阿三可能会去的地方，然后他就猜他可能去了公共租界，他就去了公共租界的杨家帮，在一个屋檐下面等到了这个阿三，他也没有跟他硬来，他就是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说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跟我回去。阿三就被他说动了，他就把阿三带回去了。带回去之后，林桂生就非常的信任他，就给了他2400块大洋的赏金，他也没有自己独占，他就分给了大家。所以从那之后，他就在黄公馆有了一个不可撼动的地位。这就说到这个杜月笙拿到了这2400块大洋的赏金之后，他是怎么处理的这件事情？怎么处理的？然后结果是什么？他去领这个赏金的时候，赌场的这个刘掌柜就是各种刁难他，然后连续1个礼拜都没有给他，他也没有生气，他也没有就是说耍无赖什么，他就是静静回去了。他想了一个办法，他就装成一副非常落魄的样子，在林桂生面前出现。林桂生就问他你怎么回事，他就说这个刘掌柜克扣他的这个赏金。林桂生就非常生气，就带着他去到了赌场，把这个刘掌柜骂了一顿，就让他当场把这个钱拿出来。杜月笙就坐下来打牌，他就赢了，正好2400块大洋，他就带着这个钱回去了。回去之后，他就把这些钱全部分给了黄公馆的兄弟们，以及曾经有恩于他的人，甚至包括之前跟他断了来往的一些朋友。哇，他这一手真的是不得不让人佩服啊。对啊，所以说他就是这个钱散人聚，他把钱散出去了，大家就都服他，所以他这个名声就一下子在上海滩就传开了，都说他这个人够意思。所以后来就有很多人主动的来跟他合作，跟他就是让他帮忙办事儿，大家都觉得跟他打交道放心，所以他就成功的打响了自己的个人品牌。这就说到这个黄金荣因为抢这个鸦片生意的地盘，然后扇了这个沈信山一个耳光，导致这个沈信山放狠话要血洗黄公馆。这个时候杜月笙是怎么出面解决这个事情的？结果是什么？杜月笙他就主动请缨，说他要去哈尔滨找这个沈庆山。他去了之后呢，他没有直接就去见他，他先找了几个小混混，
然后给他们钱，让他们每天去这个沈庆山的家门口闹事儿。闹了几天之后，他就在一个晚上，这个闹事儿刚结束的时候，他去敲门，他就跟沈庆山说：“我是来帮你解决这些麻烦的。”沈庆山就非常的感激他。从那之后，他就每天请沈庆山吃饭，陪他聊天，但是从来不提说要和解的事情。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沈庆山就被他的这种真诚所打动，他就说：“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就不再提这件事情了。”甚至他回到上海之后，还主动的把自己的鸦片运输路线分了一半给黄公馆。哇，他这一手真的是又狠又漂亮啊！对啊，他就是用这种非常巧妙的方法，既化解了这个矛盾，又让自己的势力得到了扩张，同时他还赢得了沈庆山的这个信任和尊重。所以沈庆山就到处去帮他宣传说杜月笙这个人够意思，所以就有很多其他的黑帮的老大也都主动的来跟他合作，所以他就一下子名声大噪，然后他的势力就越来越大。这就说到这个七七事变之后，杜月笙在抗日战争当中都做了哪些事情？他就拒绝了跟日本人合作，然后他就组织了抗日义勇军，他的这些手下一共是10800人，都开赴了淞沪战场。他们在淞沪战场就是伤亡非常惨重，几乎就是最后只剩下了不到1000人。哇，这真的让人对他另眼相看啊！对啊，然后上海沦陷之后，他就逃到了香港，他又在香港设立了一个秘密办事处，继续为抗战做贡献。比如说，他安排他的手下去收集情报，去运送物资，甚至他还自己掏腰包去买这个青霉素送到前线。所以他就是一直都是非常坚定的一个抗日的人士，所以他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尊重。这就说到这个杜月笙，他是怎么跟章太炎这样的大学问家成为好朋友的？他就是虽然他自己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他非常尊重这些有学问的人。然后章太炎就是当时的一个国学大师，他因为自己的侄子的房子的事情，就写信向杜月笙求助，杜月笙就帮他把这个事情解决了，而且他还特别的低调，他没有说我帮了你，你就得怎么样怎么样，他就是非常低调的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后来他又听说章太炎生活很清苦，他就每个月派人悄悄的给章太炎送钱，说是这个书资，就是给他用来买书的钱。所以就是他就是这样非常细致的去照顾别人的感受，所以章太炎就非常的感动。章太炎甚至还主动的帮他改了名字，所以他的名字杜月笙就是章太炎给起的。我们从杜月笙的一生来看，他的这些做人的哲学在今天的社会当中还能不能够给我们一些借鉴的意义呢？当然可以啊，比如说他从来不会去轻易的给别人下一个定义，他总是会去看到这个人背后的一些需求。比如说阿三他卷了货跑了，他首先想到的是他是因为害怕，他并不是说我就要去抓他，我就要去惩罚他。然后包括他对于沈庆山，他也是看到他其实是渴望被尊重的，他对于章太炎，他也是看到他是需要被体贴的，所以他就会用不同的方法去对待不同的人，所以他就可以把这些复杂的人际关系都变成了自己的助力。对，他这个真的是这种洞察力和这种灵活性确实非常厉害。对，他还有一点就是他非常重视人情的投资，他不是说我今天给你帮忙了，我明天就一定要你回报。他比如说他把那个2400块大洋分了，然后包括他去帮章太炎解决困难，他都是在帮别人，他也没有想着说我要获得什么，但是最后这些人情都变成了他的非常强大的后援团，所以他就是在关键的时候这些人都会站出来帮他。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现在这个社会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就是你怎么样去用真心和尊重去赢得别人的信任，把人情变成你真正的财富。行吧，那今天我们就聊了这个杜月笙的一生啊，从一个水果店的小学徒，最后成为了这个上海滩的人情大王这样的一个传奇的经历。然后我们也讲了他的一些做人的哲学，在今天的社会当中的一些意义。对，好吧，那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